嗨，小可爱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唐。因为我很久没出生，竟然有人怀疑我去休产假。不好意思，元旦我们割了，因为我们去浪啦。2019年度盘点第6弹，蛙妹来盘一下今年看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华语电视剧。这个列表依旧非常主观，跨年播的电视剧蛙妹就不放进来喽。都挺好。2019第一部豆瓣高分剧，也是今年内地第一部引爆话题的电视剧。以往国产剧女性的形象一贯都是无理取闹，这部的女性正常到让你流泪，自立又坚强。以往婆婆妈妈剧都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这部前期直接给你展现了奇葩的父母。终于有部电视剧不再回避，直接击中了社会痛点，特别是女性话题。它的一些剧情引发了观众，特别是女性观众的不适，因为太真实了。你是否像苏明玉一样，从小在重男轻女的阴影中长大？就算你在幸福家庭中长大，结婚了之后，老公平时对你挺好的，关键时候一个个都不中用。女人还需要兼顾职场和家庭，重男轻女只祸害了女性吗？家庭的溺爱让老二成了妈宝男，老大因为是长子，不得不承担了很多他不该承担的东西。可惜呀，最后如果没有烂尾，刻意来个大团圆的话，8分绝对稳了。长安12时辰翻拍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，讲的是上元节前夕，长安城陷入危局，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，与少年名士李泌在12时辰内拯救长安，查出主谋的故事。这是我2019年新剧预告比较看好的电视剧。这是一部不能快进的电视剧，一不小心你就会错过很多信息量。它无疑是今年最精致的电视剧，电影级别的画面质感，美剧的快节奏，巨大的信息量，精致且还原历史的服化道。导演曹盾吸取了海上牧云记的教训，但依旧超期了1个月，自己贴钱也要拍好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还原历史的大唐盛世。有人觉得长安也拖沓注水了，支线太多，但从另一方面看，长安最出彩的恰恰也是这些支线，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，让长安这座城市有了烟火气。这就是张小敬和李泌想要守护的长安城呀。我们与恶的距离，与恶无疑是今年最优秀的华语剧。短短10集，从立意、剧情节奏、演员演技、服化道、台词都完美。这部剧讲的是一场无差别杀人案之后，杀人犯家庭、受害者家庭和律师3方的矛盾拉扯。剧情把一些争议性话题搬到大众面前。精神病犯罪需要偿命吗？杀人犯的家属活该被谴责吗？受害者家庭如何走出阴影？善与恶的界限在哪里？网络舆论是正义还是暴力？媒体报道应当中立客观，还是博流量做标题党？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？当所有舆论在一致的声讨恶的时候，当社会以法治之名将恶一刀切的时候，才是我们离恶最近的一刻。想见你这部剧豆瓣9.2分，为什么这么高分呢？爱情加穿越加悬疑加推理加 BL， 它最大的看点就是爱情线和悬疑线。19年女主因男友空难死亡，一直处于崩溃状态。一次她听歌睡觉，魂穿到了98年的女主身上，并且遇上了跟男友长得一模一样的98男主。在相处过程中，女主发现这个男生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男友，原来是98男主穿越到了19男友身上跟她谈恋爱。没错，爱情线就是男女主错开时间，双向穿越到别人的身体里，但是2个灵魂看对眼的爱情故事。哇哦，新奇又浪漫的设定。悬疑线涉及到杀人案件的推理。19年女主在2019年得知98年的女主某一天会被杀死，她决定找出凶手，拯救98年女主，于是开启了悬疑副本。打开豆瓣都是高楼分析帖，网友们脑洞都大得出奇。小可爱们可以去扒一扒，这种同步推凶手的追剧体验真的非常棒棒。看这部剧你不用怕被剧透，因为就算被剧透了，你也看不懂。内地版前2集铺垫有点 boring， 但是同志们一定要挺住，到了第4集全篇高能，而且1周只放2集，我等得都哭了。俗女养成记，今年的台剧真是惊喜连连。上半年由我们与恶的距离拿下豆瓣华语电视剧最高分，下半年连出2部超9分的台剧。俗女采用双线并行的叙述方式，一个是女主的童年，一个是女主的现状。39岁的女主爱情不顺，工作受挫，在别人眼里她成了一个失恋失业的 loser， 跟这个年龄段所有的女生一样，她经历着中年焦虑，但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和足以治愈一生的童年。有很多沉重的话题，导演选择用喜剧的方式去呈现，比如一生都在为家庭而活的奶奶，死后想要自由，想要做回自己，就让家人把她的骨灰撒向大海，但女主姑姑不愿意，女主就大闹葬礼，把骨灰抢了出来，然后女主到了海边。我想象中唯美悲情的撒骨灰是这样的，结果她打开了盒子，这是骨头，不是骨头糊啊！内底是一支一支的骨头，你是要安怎呀？啊，你也管台阿妈交代你用啃的啦！这部剧的基调就是这样，现实治愈又搞笑。
我在未来等你。故事讲的是中年失忆的男主穿越回自己的高中时代，误打误撞成了17岁自己的班主任。你以为是夏洛特烦恼？题材是旧的，角度却有了新意。30岁的男主用第二视角的方式重新审视17岁的时光，最后和自己和解，直面遗憾，活在当下。这部剧关于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的处理非常细腻。除了官配 CP，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陈彤对于刘大志的暗恋，志同道合太好磕了吧！还有朋友之间真挚的感情，主角团与大男主之间的师生情，以及年少时期和父母的矛盾。这是一部很平淡的电视剧，刚开始你会觉得没什么惊喜，但慢慢看下去，你会喜欢这种温暖又细腻的画风。王倦的《庆余年》和《大宋少年志》，如果你喜欢《庆余年》，那你一定要看宋大志；如果你喜欢宋大志，你一定要看《庆余年》。王倦出品必属精品。宋大志剧情反转再反转，有轻松冷幽默，也有借古讽今，人设鲜明又讨喜，每个少年都有闪光点。最重要的是，王倦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很棒，都是有脑子的可爱女性。七斋六子随意打乱都是 CP， 七斋的日常单独拍一季我也可以。男频改编剧市场一向低迷不被看好，12月底出来的《庆余年》爆了，成为今年最大的黑马。它证明了好内容才是王道，依旧是王倦的风格，用沙雕有趣的日常吸引你，再时不时来个反转噎死你。开开心心被骗入坑的你，发现配角们可爱死了。王倦抓住了原著的精髓，做了适当的改编，观众看范闲升级打怪很爽，但也看到了范闲的情怀和理想。沙雕又不失深度，主角到配角的形象都鲜活立体。所以卷开始改编《庆余年》第2季了吗？宋大志第2季写了吗？什么时候拍？什么时候播？卷搞快点！我对你很有信心啊。动物管理局，动管局的世界观就是人类社会分为普通人类和转化者，转化者就是动物基因进化，以人类外表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生物。这部剧就是在过审的边缘疯狂试探。据说建国后不许成精，但这部剧里有雌雄同体的黄鳝精，可以分身的蚯蚓精，斯文败类的泰迪精，放屁很臭的狐狸精。男主机缘巧合进入动物管理局，成为公务员，和一群转化者一起组队过副本，顺便寻找自己的身世之谜。第1季只有24集，差不多1集一个故事，短小精悍，跟灵魂摆渡差不多的形式，内容多，尺度大，影射官员趋炎附势，批判诈骗犯践踏善良，大学教授人面兽心，还会探讨梦想与现实、亲情与法律2种两难抉择，有笑点也有反讽，用荒诞讲道理，借动物的故事讲人心。主线剧情等到第1季结尾才缓缓推进，期待第2季编剧怎么填坑，剧本千万别崩啊！小欢喜，这是今年豆瓣最高分的内地生活剧。当我被见证家庭冷暖和社会百态的某剧辣眼睛的时候，小欢喜出现了。这部剧很好的做了一个平衡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看。谁说年轻人不爱看家庭剧的？家长的中年危机，孩子的青春期迷茫，有冲突但不狗血，真实的反映了家庭教育问题。剧组还原了19届高3备考的各种时间节点，细化人物的工作、收入、日常开销，能看出对现代家庭生活做了很多功课。父母跟孩子，孩子跟孩子，父母跟父母，3种感情。治愈又治愈，特别是孩子辈的 CP 大乱炖非常好磕，全剧组从小辈到老戏骨都演技在线，几个00后演员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啊！好喜欢磊儿。以上推荐，具体更多细节可以看歪妹的专场案例，这里就不再重复喽。接下来歪妹想谈谈今年豆瓣高分但有争议的电视剧，有很多人说他们不行，但我觉得还可以。陈情令从最开始豆瓣4.8分飙到了豆瓣8.3分，今年逆风翻盘的绝对是陈情令。我身边的朋友们在开播的时候纷纷吐槽啊，被陈情令辣了眼睛。1个月之后，陈情令真香。没错，他们快乐的磕起了颜值和 CP。它确实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你不得不承认，它火是情理之中。首先，陈情令定位准确，剧方非常明白小说的卖点和受众群体，光还原度这块就秒杀了市面上90%的 IP 改编剧。其次，大胆启用新人，外形契合，演技青涩了点，但他们努力演戏的样子还蛮可爱的。最后，老实讲，陈情令不缺营销，一部剧营销多是一回事，但别忘了，能营销得起来的，说明它本身就有被大家喜欢的条件呀。陈希元，去年夏天豆瓣评分大逆转的还有一部陈希元，豆瓣评分从5.5升到8.3，这部的评价也是2极分化。其实这部剧还可以，它不是烂片，但很多人看不下去也是有原因的。首先，它的片花就劝退了很多人，做得跟月饼广告似的，土，真的太土了，真土味源。看正片的我差点被劝退，前面的剧情跟白开水似的，造型更是不可。绣春刀里刷掉炸裂的张震，在张淑平的魔爪之下变成了雪村。但是这部剧属于低开高走。后面剧本、人设、演员演技撑起了这部剧，男主9成人设挺棒的，女主林夕单纯不傻白甜，一众配角可爱有梗。刚开始看张震和倪妮毫无 CP 感，到了后面2个人不要太甜好吧，我终于 get 到了雪村。张震的9成的魅力，喜欢看仙侠言情的小伙伴可以考虑看一下，但是一定要熬过10集。
2019年虽然烂剧数量依旧非常多，但还是有不少好看的电视剧，有一些蛙妹之前提过的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希望2020年有更多题材丰富的好剧吧。如果有你觉得今年不错的电视剧，但是蛙妹在这里没有提到，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吧，推荐投币收藏，一键3连，微博关注蛙妹，蛙妹在这里等你哦。